醉酒走错房间后，我撞进了帅哥的怀抱。沉浸于美色时，他开口就是一句“老妹儿，我 ins 你不”。酒精冲昏头脑，我没羞没臊的接了句：“你就是我素未谋面的男朋友。”谁曾想一语中的，我俩的孽缘就此开始。惨了，我好像坠入爱河了。在 KTV 参加男神的生日宴时，我醉酒走错了房间。霓虹灯闪烁的包房里，性感的 rap 声弥漫。东宣木烧火棍，推波助澜，烧四方敲神鼓。那么请杯王见你变得好悲伤。我醉得稀里糊涂，冲上去抢过陌生男人的麦克风，自然的接着唱道：八方的兵马八方来帮，请的下方下有武昌，烧起了炉火，伴我们如影随形，对应天圆地方。我望着男人帅得一塌糊涂的脸，情不自禁的傻笑起来。他开口，大碴子未流出，那啥，老妹儿，我 ins 你不？我顿时愣住，想不到远在北京还能听到如此亲切的家乡话。酒精麻痹了我的感官，肆无忌惮地操纵着我的语言系统，使我莽的一匹。当然认识了，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男朋友。他苦笑起来，不是老妹儿，你咋还说上胡话了呢？咱俩啥前见过呀？下一秒，我不受控制地晕进了他怀里。哎，不是，你搁这儿碰瓷儿呢呀？我那啥，我可没碰，你要先说清楚。男人小心翼翼地捏起我的袖角，尽力将我和他分离。昏睡过去前，我似乎听到包房的门被推开，男人边扶我边冲门口喊道：哥们儿，这你对象是不？你抓紧来瞅瞅吧，这家伙的喝得都不省人事了。哎呀，你说你咋不？似乎有很熟悉的清冷的声音飘进耳朵里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他。从宿舍床上醒来时，室友们围着我，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。梁璇摸着下巴发出啧啧声，苏十念，你现在是真的火了。你在大街上鬼哭狼嚎的视频已经在学校里传疯了。我皱紧眉头，用看傻子的眼神打量他，你说啥呢？是我在做梦还是你在做梦？傅瑶拨开梁璇，以一种更加震惊的目光审视我，不是吧大姐，你是喝断片了吗？放屁，姐能采香喝，谦卑不？我摆手轻笑。下一秒，梁璇把手机屏幕对到我眼前，我硬生生咽下了没说完的话。视频中，我栽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，口齿不清地大嚷着，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3两3，换来了灶台上的1日3餐。男人费力地拖着我过街，周边全是围观的吃瓜群众。他扭头看向摄像头，俊朗的脸庞帅得我一愣，卧槽，他好帅。下一秒，不合时宜的怒斥声响起，你咋那好信儿呢？憋录了听着没？不光帅，还有病。视频戛然而止，黑掉的屏幕上映出我抽搐的脸，我的笑容没有消失，而是转移到了梁璇和傅瑶的脸上。咋样，回忆起来没？我疯了似的从床上跳下来，晃着梁璇的肩膀追问道，昨天我们不是一起去给林木森庆生了吗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靠，我特么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他犹豫着开口，倒也没干啥，不过就是醉酒走错了房间，争着抢着跟陌生男人一起唱火棍。傅瑶小声接了句，还恰好被林木森撞见了而已。梁璇接着说道，而且燕啊，你抱着唱 rap 的那个男生是，先别吵，让我冷静一下。短短几秒钟的信息量巨大，我只觉得五雷轰顶。林木森，我暗恋了整整2年的男神，好不容易被他邀请去参加他的生日宴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被我毁掉了。在男神面前出糗就算了，还丢脸丢到了全校。我正懊恼不已，梁璇又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嘟囔着，十念，我在某音同城也刷到你了，点赞10万，你这把是火透了。我瞟了眼不堪入目的视频，暗暗捏拳，好家伙，原来不只是全校，是全城。在醒酒后的多重现实打击下，我胃气的升腾，3下5除2换好衣服，决定出门觅食。临出发前，梁璇和傅瑶忧心忡忡地望着我，异口同声地劝道，燕啊，要不你还是先避避风头，你想吃啥我俩给你买去。我那一身反骨的劲儿偏偏涌了上来，不屑一顾道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大家肯定都是看个乐呵，没准压根没时间关注我。梁璇竟悄悄地往我的斜挎包里塞了个口罩，眼神坚毅，以防万一。傅瑶跟着狂点头，又塞给我一顶帽子，双重保险。我苦笑着扶额，大手一挥，踏上了前往食堂的路，根本没把这2人的嘱咐放在心上。但事情显然比我想的糟糕得多，才走了半段路，我就察觉到过路人的目光似有似无地在我身上停留。我被盯得浑身不自在，默默地掏出了包里的口罩戴上。然而离食堂越近，人群越密集，我依旧能感受到异样的眼光扫过我，这种窒息感在喧嚷的食堂里达到了顶峰。我烦躁地掏出帽子，把帽檐压到最低，直到频繁钻进耳朵里的议论声彻底击垮了我。哎，你看她像不像昨晚在大街上唱3两3的那个女生？我去，撞见网红了呀！这是，快点拍一个！尴尬从脚底迅速腾升，我放弃了最爱吃的店，转身来到了食堂里最冷门的店前，点餐时也做贼心虚似的东张西望。由于过于警惕，以至于走路都没朝前看，迎面撞进了一个坚实的怀抱里。我仰头看向高我大半个头的同学，他同样戴着口罩和帽子，还和我同时说了声对不起。等等，这个熟悉的声音，这似曾相识的完美下颚线。我瞪大眼睛，扯掉对面人的口罩，喊道，怎么是你？男人埋怨似的捂了下脸，抱怨道，不是吧同学，你咋还这么莽啊？我纵使知道这一事故的起源都是因为我的不胜酒力，但此时正愁一肚子火无处发泄，难免有些口不择言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害惨了？男人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，老妹儿你挺能耐呀，这话眼瞅着该是我的台词吧。我意识到自己太过冲动，闭紧嘴巴冷静了3秒。就是这短暂的3秒钟，我的余光瞥见3米远站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林木森。他正向我俩的方向看过来，那眼神很怪，嘲讽的同时又带着丝毫八卦的味道。你咋不吱声了？
知道自己没理了吧？我拨开男人，朝林木森追过去。我想这场闹剧我应该向他解释清楚。林木森，我要和你澄清一下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林木森打断我，我悬着的心还没来得及落下，他便慢悠悠地开口道：你是不是要澄清一下，这2天的事全部都不是谣言，而是事实？我噎住，惊讶这意料之外的剧情走向。林木森从我的身上移开目光，转而落向男人杨家来。想不到你喜欢这一款啊？那你这眼光也不咋样嘛。你没必要吧？我跟着同学啥事没有。我石化在原地，听着林木森离开的脚步声和杨家来的解释，愤怒和伤心的情绪在心中缠绕。杨家来小心翼翼地凑过来戳了戳我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相中他了。嗨，那你指定是还不了解他。我跟你讲，这小子纯纯老六，背地里阴得很。意识到自己话多了，他渐渐降低音量，开始试探我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？你难道在为他伤心？我抬起略微猩红的眼眸，苦笑着上下打量了一番杨家来。经过几分钟的沉淀，我已经完全从悲伤中抽离，眼神变得发狠。当然没有，我只是在思考，下次再见到林木森，如何体面地甩他一巴掌。杨家来看起来比我还开心，声音都变得爽朗起来。那同学，咱俩的事就算是说清了。我点头，相遇即是缘，恩怨就一笔勾销吧。杨家来一边点头，一边在兜里摸索半天，最后掏出一根口红递给我。这个是昨天晚上你掉在包房里的，还给你。哦，对，我今儿个早上不小心把它摔地上了，不好意思哈。我秉着和平友好礼貌的准则，大度地摆了摆手，笑容却在悬出口红的那一刻凝固。我新买的迪奥口红摔得惨烈，那折掉的半段仿佛一把利刃直直插进我胸口，泛起顿顿的疼。这是我为了能亮丽的现身在林木森的生日宴上，特意网购的新口红，才涂了仅仅一次。我强颜欢笑地把口红揣起来，抬脚离开。没事，就这样吧，有缘再会。杨家来的嘟囔声被我抛下身后，那啥，弄坏了我可以赔给你。还有个事儿，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。我怒气冲冲地回到宿舍，把帽子和口罩随手一扔，引来梁璇的关注。他捅了捅傅瑶，低声说道：看来东西没白准备。傅瑶比了个虚的手势，迈着小碎步蹭到我身边，询问道：十念，你吃的啥？我咬牙切齿道：啥也没吃，气饱了。梁璇忧心忡忡地问：这是咋了？我目光如炬，竖起3根手指做发誓状：你俩帮我记着，从此刻开始，我苏十念和林木森势不两立。他就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人。梁璇还没来得及震惊，傅瑶率先雀跃起来，一个劲地鼓励我做得好。哎呀，十念，我早跟你讲过，这个林木森不是啥好人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你终于想通了，咱条件这么好，男人呢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这不赶得巧了吗？我刚给你报名了咱学校的一个活动。傅瑶神秘地从身后摸出一张宣传单，塞进我怀里。我翻开这本封面上写着7日恋爱的小册子，听他解释道：莫，咱学校举办的类似恋综的活动，按照每一位报名同学提交上来的自我介绍，随机选一位自己心仪的对象，展开7天情侣模拟。等到活动结束，分别提交一份感想上去，还能评选出最佳拍档，得到1000奖金呢。梁璇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郑重其事道：十念，你能不能脱单，就看这次了。我撩了下刘海，自信开口：男人，手拿把掐。按照活动规定，我精挑细选出一位发展对象，但实际上我连他的自我介绍都没看完，只是单纯被他的微信名吸引。谁家好人的微信名叫猛踹瘸子那条好腿，就挺有病的。我俩加上了微信，没想到他和我一样，朋友圈也设置成了仅3天可见，没法从朋友圈寻找到有用线索，只能开始无休止的尬聊。聊了几句后，他提出在食堂见面，一起吃晚饭。当晚，我按照约定前往食堂，刚在约定的座位上坐稳，林木森迎面走来，我低声咒骂了一声晦气，转头避开了目光。谁知林木森也是欠的，硬凑过来和我搭话，话里话外摆明了是在阴阳我，在等小男朋友。我对他的态度360度太转弯，关你屁事。我扭头看向别处，一眼就看中了一双我正在寻找的穿搭：米色马丁靴、灰色工装裤、黑色外套。这不就是我正在等的7日男友吗？我雀跃地站起来，杨家来的脸硬生生地闯入我的视野，和那套令我期待的穿搭违和地匹配到一起。我靠，怎么是他呀？林木森朝我目光的方向望过去，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，冷笑了一声，嘀咕道：果然啊，你俩是真的。杨家来看到我以后，同样反复地对照屏幕确认了好几遍，这才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表情木然道：你该不会就是花果山在讨母猴？我压了压嘴角，拜托，大庭广众之下的把我的微信名说出来，尊都很尴尬。我来不及震惊我的7日男友就是杨家来的事实，此刻的我只想狠狠地堵住林木森的嘴。于是我面带微笑地向杨家来伸手握手：你好。猛踹瘸子那条好腿。他握住我的指尖晃了晃，以示友好。我俩的小动作在周围人看来相当暧昧，林木森的尴尬也是肉眼可见，他脸色瞬间暗了1个度，留下一句百年好合后就溜走了。我和杨家来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开口打破尴尬。直到我看见梁璇和傅瑶晃悠悠地走过来，我像看见了一棵救命稻草一样，拼命挥手想要抓住他们。阿璇，瑶瑶，他俩朝我跑过来，却在看到杨家来的那一刻，仪态立马端庄起来。主席好，他俩几乎异口同声。徒留我待在原地，呆头呆脑的来了一句什么主席。梁璇拼命的朝我挤眉弄眼，我的大脑瞬间被涌来的记忆填满。杨家来这个名字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我犹如被打通任督二脉，一拍大腿，冲他大声询问道：你难道就是那个
3年拿了所有奖学金，次次考试年级第一，还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杨佳来。我突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最开始林木森就认识杨佳来，还看他不顺眼。他俩可是全校公认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，最终杨佳来还是以1票之差胜过林木森，当了主席。他故作谦虚地站直身子，哎妈，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，过奖了哦。我实话 ，so 这个看着吊儿郎当、玩世不恭的混小子，竟是个真大佬。梁璇和傅瑶可能觉得站着碍事，很快就借口溜走了，又留下我和杨佳来面对面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我俩买完饭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，我率先开口打破沉默：“你怎么想到要报这活动的？”他表情变得愤懑：“嗨，带题了，都是我那帮，可是我那帮室友故意整我的。”他紧接着反问我：“那你呢？是自个儿要报的吗？”我犹豫道：“也算是吧。”他一副看透一切的表情：“我知道，你只正是想用这个活动来忘记林木森吧？我懂，我都懂，你这招叫忘记旧爱，只需要一个新欢。”竟被他猜了个8、9不离10，我尴尬一笑，火速转移话题：“既然你这么懂，怎么还没找到女朋友？”他冷哼一声：“这玩意就叫军师从不上战场。”安静地吃了一会儿饭后，杨佳来突然说了句：“这次呢，我希望可以拿到最后1000块的奖金，我真需要它。”我愣了下，默默地看向了他餐盘里的3道素菜，不禁浮想联翩，这家伙该不会是生活很困难吧？我又想起曾经学校里关于他的传闻，玩命苦学第1人，没日没夜的背书，只为争年级第1。我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，他似乎很缺钱。怀着同情的心理，我向他笃定地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这1000块我一定帮你拿下。”他冲我挑了下眉，到位奥老铁。我俩愉快地吃完了互为模拟情侣的第1顿饭，丝毫不知我俩被人偷拍，又一次在学校热度高涨。梁璇把学校里疯传的我和杨佳来共同吃饭的偷拍照递到我面前时，我是浑不在意的态度，随便了，反正我俩的绯闻也不是1件2件了，而且我俩现在不过是为了参加活动假扮情侣而已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摆摆手，头都不抬一下。他弱弱的开口：“可是10年，我好像听说林木森也在跟朋友讨论这件事。”林木森3个字瞬间刺激到我的神经，我迅速锁定梁璇，目光如炬。那个混蛋说什么了？梁璇难以启齿道：“听说他在四处传，你以前是他的舔狗，舔不动他了才去找杨佳来的。”放屁！以前那算老娘眼瞎？我愤怒地捶了下桌子，冷静3秒后，气定神闲道：“算了，我也不在乎这狗东西说什么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傅瑶兴致勃勃地从门外闯进来，大声宣告道：“明天学会生全体团建，我们部长说可以带一个好朋友来，10念，你要不要跟我和梁璇去啊？”梁璇也怂恿我：“正好，杨佳来也会来，你俩一起参加团建，多好的活动感想的素材呀！”我思索着开口：“其实吧，杨佳来也邀请我了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吧。”梁璇和傅瑶齐刷刷地发出起哄的声音，直到那场团建结束，我才知道这场团建我算是来对了。团建那天，我莫名的有点紧张。不知道是不是杨佳来在微信里和我说有东西要给我的缘故，让我不禁胡思乱想。到达约定的饭店时，我没看到杨佳来，却见到了林木森。他身边跟着2个平时玩得很好的男生，一见到我，不约而同地露出意味不明的笑。梁璇簇拥着我和傅瑶坐下，我屁股还没着地，低声交谈声便钻进我的耳朵里：“看，舔狗来了！”噗，不，人家可是东北小甜妹。我扭过头，锁定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正是来自林木森的2个朋友，他自己也笑得放肆。我干脆地冲到3个人身边，盯着林木森发出警告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都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我不找你只是因为不想跟你计较罢了，你最好给我识相点。”林木森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疑虑，他身边的一个男生率先发声，话里满满的讽刺：“木森，看来你说的没错呀，他脾气真的好暴啊，我们说什么了就跑过来一顿发疯，哈哈哈，真是笑死我了。”另一个男生接话道：“说什么呢？人家这在他们东北至少7分甜呢。”火气涌上心头，我直接怒吼道：“你们再他妈狗叫一个试试，看看姑奶奶我锤不锤你们就完了。”林木森伸手拦住蠢蠢欲动的2个男生，平静地看着我说道：“苏10念，不是我说，你是真的太爱生气了。你看哪个女生像你一样？实话实说，当初你追我，我之所以不同意，就是嫌你脾气太差。难道是你们东北人都这样啊？挺不理解的。现在不仅要讽刺我，还要讽刺我的家乡。”我抄起手就想给他一巴掌，肩膀处却传来一股力量，将我稳稳向后拉。我转头对上杨佳来略显冷漠的眼神，阴鸷的眼神，冷峻的侧脸，可惜一开口又是一股大碴子味。哥们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乐听了。东北人咋地你了？我心思着我们也没惹你吧。这大哥还真是出场自带搞笑风，换做平时我一定会被他逗笑，但此时此刻我只觉得莫名有种安全感。他不知不觉闪现到了我身前，将我和林木森完全隔开，我只能隔着他宽厚的肩膀，听见林木森狡辩的声音：“我可什么都没说。”杨佳来看向他身边的2个朋友，转移了火力：“那就是你俩说的呗。”2个小弟急切地向自家大哥投去求助的目光，林木森却视若无睹。杨佳来重新看向林木森，开口及时警告：“管好你朋友的嘴，再被我听见你们说他一次，老子指正把你腿打断。”他侧身，大拇指伸向我，我愣了1秒，抬头对上林木森怒火中烧的目光。杨佳来，他究竟是你什么人？你这么护着他？我盯着杨佳来的侧脸，看着他轻笑一声，嘴唇一张一合：“我俩的关系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”他话里透着暧昧的气息，我感觉心跳蓦地漏掉了2拍，还没来得及喘息，杨佳来抬手往我怀里甩了个精致的包装袋。他解释道：“10倍还你的。”说完，
他就投身于张罗团建的进行，徒留我一人僵在原地。林木森愤愤不平地走开了，梁璇和傅瑶一脸兴奋地凑了过来。梁璇一副磕到的模样，我靠，杨家来护你的样子太帅了吧！10年，你俩确定不是真谈了？我为他的问题感到可笑，刚想要无奈的解释，傅瑶尖叫起来：迪奥新品口红！他指向我怀里搂着的包装袋，我这才有意识地去翻看里面的东西。不翻不要紧，一翻吓一跳，包装袋里是足足10根迪奥口红。梁璇激动得险些跳起来：承认吧，你俩就是真谈了！我连忙解释：不是的，这个是他之前摔坏了我的口红赔给我的。傅瑶奸笑：那至于赔10根吗？我噎住，百口莫辩。我正在原地，怀里紧紧搂着包装袋，望向杨家来背影的方向，心里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。我深知杨家来只是为了赔那根他摔断的口红，可不知为何，我心里头却乱糟糟的。混乱的感觉还没散尽，我便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他按理来说家境不是应该很差吗？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口红？还一买就是10根，那一整晚我都心不在焉的。直到团建结束，杨家来喝得微醺，他在饭店门口拽住我，扬言要送我回寝室。他抬手亮出一把车钥匙，路边的一辆黑色奥迪有了反应。好 ，so 小丑原来竟是我自己。他喝醉了，自然不能开车，可他却一直黏着我。恍惚间，像是初遇那晚上的我只好拖着他。梁璇、傅瑶叫了车，我们一起回了学校。路上，趁杨家来熟睡，我向梁璇问起他的情况。梁璇看我的眼神像在看傻子。我早说平时让你多关心点学校的是吧？杨家来，他爸据说是东北首富，区10根迪奥口红算什么？开奥迪最新款都是很低调的了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平时高高在上的林木森在他面前都不敢吭声。想不到杨家来的背景居然这么硬。我看了眼栽倒在我肩膀的脑袋，忽然就有种被耍了的无力感。好吧，原来小丑真的是我自己。杨家来替我出头的视频被人偷偷录下，不出意外的又一次在学校疯传。至今为止，这是我俩第3次传出绯闻。我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心态的变化。这一次怎么说呢？竟然多少有点小雀跃。所剩不多的能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每天精心打扮，逐渐注意起形象来。傅瑶调侃我，从来不穿裙子的人穿了裙子，你惨喽，你要坠入爱河了。一次，我满心欢喜地穿着新买的小裙子去找杨家来吃饭，可是他对我的态度却没什么转变。饭吃到一半，我忍不住问道：杨家来，你发没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啃了一大口鸡腿，怔怔地抬头打量我，半晌诚实地晃了晃脑袋。我瞅着你还跟平时一样事儿的。我郁闷地摆了摆手，碍于面子，懒得和他解释了。我俩吃完饭回去的路上，杨家来有位女同学热情地拦住他，和他搭了几句话。讲真，那个女生长得特别漂亮，从头到脚透露出一种知性的美，是连我一个女生都会心动的程度。我偷偷地观察杨家来的反应，发现他没什么反应，依旧是平日里那副极有分寸感的样子。我庆幸于他不只对我一个人这副态度，却也隐隐显露担忧。当晚，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宿舍，梁璇和傅瑶正在谈论八卦。你不知道吗？就隔壁班的那谁和那谁，听说他俩这2天在一起了。我去，真的假的呀？咱们隔壁寝的那个小晴不是还暗恋那个男生来着？就是说啊，我都不敢想他有多伤心，好不容易喜欢上个不错的男生，结果人家是 gay， 我已经开始替他伤心了。我顺耳听见了几句，打探道：你们在说什么？梁璇向我解释，咱们院有对男童，超级甜，我都磕上头了。傅瑶紧接着插话：哎，你们知道不？我听说爱穿白袜子的男生8、9不离10都是 gay。梁璇摆摆手，拉倒吧，无从考证的玩笑话罢了。我在一旁默不作声，却默默地将傅瑶的话记进心里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生活中多了一件无聊的小事，观察杨家来每天袜子的颜色。直到我俩模拟情侣结束的那天，一连4天，他穿的都是白袜子。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失落感，仿佛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口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杨家来把感想交给我，感想你去交吧，要是咱俩真得了第1，给我转200就行。我有点舍不得走，那你晚上要去吃什么？哦，那啥，我室友等会来找我，我俩撸串去。他话音刚落，身后就窜出个男生，撞了下他肩膀。超欠灯啊你！俩人互骂了一会儿，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为眼前的场景添加一层厚厚的滤镜。这不纯纯小情侣打情骂俏吗？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是死了。我头也不回的默默离开，对杨家来在我身后的告别声不管不顾。滚吧，也这彻底以失败告终的初恋。我和杨家来真的得了第1名，顺利拿下1000块奖金。我按照约定给他转去200，他没收款，而是问了我一句：后天晚上我生日，你来不？我刚打完不去2个字，转念一想，反正心都已经凉透了，不如让他再死得彻底一点呢。因此我应下了这场邀约。巧合的是，杨家过生日的包间和林木森上次是同一间。踏入那间充满回忆的包房，回忆汹涌而来，2年暗恋，被人当成小丑，乍然心动，又喜欢上个不可能的人。刹那间，我觉得自己仿佛 MV 里的悲情女主角。看着包间内热闹万分的场面，我产生了退缩心理，转身想偷偷溜掉，一只手却迅速抓住了我的手腕。转头一看，是杨家来，他冲我笑：你终于来了。突如其来的肢体接触让我有些错乱，我慌张地甩开他的手，随便扯了个借口，去个卫生间。我飞奔到卫生间，镜子里的我喘息个不停，脸颊微红，额头也满是汗珠。超苏十念，你真特么怂！我抬起止不住颤抖的手去开水龙头，再一抬头，镜子里映出杨家来的影子，我吓了一跳，手撑着洗漱台的边沿，后撤一步。
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杨家来瞟了我一眼，嘴角扬起意味不明的弧度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总感觉你最近在躲着我？我偏头，哪有？大抵是觉得气不过，我又阴阳怪气的加了一句，反正我俩的模拟情侣已经结束了，你也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了，还是少和我来往为好。杨家来皱起眉头，正欲开口说些什么，他室友在背后推了他一把，他一个跟呛差点跌到我身上，还好我躲得及时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不就是那天那个室友吗？好，所以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？滚犊子！杨家来一声呵斥，那个男生灰溜溜地跑开了，我却有点失去表情管理，脸立马垮掉，怨气比鬼还重。杨家来突然顺手关掉洗漱间的大门，朝我越走越近。我屏住呼吸，警惕道：“你要干嘛？”他冲我坏笑，直到把我逼到墙角，手肘撑在我头侧边的墙上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苏时念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上老子了。”我没底气地翻了个白眼，刚想从另一边钻出去，他却把另一只手也撑在我侧边。现在我整个人环绕在他的怀抱里，无处可逃。安静的氛围烘托着我那震耳欲聋的心跳声。我盯着他的唇，听他说出自己的猜想：“你他妈该不会怀疑老子是 gay 吧？”我像个被猜透心思的小孩，脸涨得通红，害羞的同时，心里又有点雀跃。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在从侧面澄清自己？下一秒，他坚定地冲我开口：“老子钢铁直男，性取向是女。”他放弃了对我的禁锢，后退了一步，问我听见没？我抬腿就要跑，关我屁事！杨家来拉住我的手腕，忽然表情认真起来：“喂，我写的感想，你看了没有？”此时的我脑子乱糟糟的，哪有心思认真听他说话？随便搪塞了一句以后就跑开了。那晚，杨家来的生日宴我割了，狼狈地逃回了宿舍。梁璇凑过来试探地问我咋的了，火急火燎的。我脸涨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傅瑶凑在梁璇耳边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有人呀，要坠入爱河喽！”我还没来得及瞪他，傅瑶立马变得正经起来，从身后掏出2个信封递给我。对了，十念，你们的感想审查完，刚才有人给退回来了。感想2个字瞬间拨通我堵塞的神经，好像临走之前听到杨家来提了什么感想。我火速从傅瑶手中接过2个信封，找到当初杨家来交给我的那份并拆开，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。杨家来竟然足足写了3大页笔记纸，忘了从哪一句开始，画风逐渐狂野。他写道：7天模拟情侣就这么结束了，但是我想说，假如你还愿意继续的话，请扣1。翻到第2页，不愿意的话，请扣眼珠子。我被气笑，拜托大哥，哪有人这么表白的呀？刚看完整篇笔记，我就收到了杨家来的电话，按下接通键前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干嘛？下楼？你有东西落我那了？我走出宿舍楼，看到杨家来站在不远处踢石子玩。我把什么落那了？生日不过了。他轻笑，低声咒骂，主角都跑了，我还过个急冒啊！我有些懵，他却突然抬头打了个响指。顷刻间，周边的路人纷纷亮出手电筒，点点星光摇曳在黑夜中。杨家来变魔术似的从身后掏出一大捧玫瑰花，霸道地塞进我怀里。我一直不太爱说肉麻的话，弦歌音，但是吧，从第一次你走拆房间开始，老子特么就对你一见钟情了。招笑吧，本来觉得可以再等等的，谁知道你特么竟然怀疑老子是 gay。苏时念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有些心虚地低下头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军师从不上战场。杨家来忽然抓住我的肩膀，他凑近我，眉眼含笑，那你知不知道这话还有下一句？啥？一上就是恋爱脑。我笑了，恍惚想起和他的初遇，没想到预言家竟是我自己。他呀，果然是我素未谋面的男朋友。全文完。